痛风的出现其实和日常饮食息息相关。如果不想被痛风盯上，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海鲜类食物，像我们平时吃的鱼、虾、螃蟹等都属于海鲜类食物。虽然这类食物呢很好吃，但呢都属于高嘌呤食物，若是大量食用，很容易升高体内尿酸值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种，动物内脏。动物内脏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如果平时少量吃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对于尿酸偏高的人来说，最好不要吃，因为动物内脏含有的嘌呤也很高，如果吃太多，也容易升高尿酸，引起痛风。所以尿酸高的人，上面2种食物就尽量不要吃了。不过呢，可以多用1种食物泡水喝，对降尿酸有帮助哦。那就是蒲公英根泡水喝。蒲公英呢是一种天然的野菜，它的药用价值很高，具有清热解毒、利尿消肿、杀菌消炎的作用。尿酸高的朋友呢，可以将蒲公英根晒干泡水喝，能促进尿酸排泄，对降尿酸、预防痛风有很好的作用。阳气大家都不陌生吧？阳气对身体健康很重要，只有阳气足了，才更容易长寿。那阳气不足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2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补阳气。方法1，食疗法。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，现在春天也是补阳气的好时候，可以呢吃一些补阳气的食物，比如韭菜、枸杞、胡萝卜等。经常呢吃这些食物，能有效的补充阳气。方法2，运动法。经常运动锻炼也能为身体补充阳气，尤其天暖和的时候，多到户外运动，多晒晒太阳，有助阳气的增长。不过现在不方便到户外，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小动作，坐在椅子上，双腿自然下垂，双手放在身后面支撑身体，然后抬起头部，双肩用力的向后夹背，坚持30秒，这样连续做20次。这个动作能刺激到整个脊柱和督脉，能很好的激活阳气，并且还能锻炼颈椎和腰椎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。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如果体内阳气不足，那么人就会生病，所以平时要注意补阳气才行。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大椎穴。大椎在第7颈椎棘突下方的凹陷处，大椎穴归属督脉，也是人体阳气最集中的地方。那按摩时可以用刮痧板刮这里，也可以用手指按揉，每次按摩3到5分钟即可。经常对大椎穴进行按摩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活络血脉，振奋阳气，对补充阳气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了这个方法，还可以通过食物调理，多吃点生姜或者黑枸杞，对生发阳气也有帮助。还有调节好自己的情绪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也是补充阳气的一个好方法。男女阳气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俗话说养阳就是养命，而春天是一个阳气生发的季节，也是养阳的好时候。如果你能多做下面2件事，或能帮你补充阳气，身体更健康。第1件事，多运动。说到运动，大家都很了解了，通过合理的运动能帮助提高免疫力，这样阳气也会更旺盛。建议大家每天保持1小时的运动时间，能有效的提升阳气。除此之外，每天睡前泡泡脚，按摩脚，也是提升阳气的好方法。第2件事，科学饮食。想要补充阳气，饮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阳气不足的朋友，建议大家可以吃一些养胃健脾的食物，比如红枣、桂圆、山药等，既能提升肾脏功能，还能够帮助提升阳气。上面2件事，大家若能坚持做，相信阳气也会充足，让你身体有益一整年。气的压力下，加上不运动和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体内阳气流失。俗话说阳气不足，百病生，所以要补阳气才行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首先，自然站立，腰背挺直，挺胸抬头，把双手放在后腰的腰眼处，然后做高抬腿的动作。先抬起左腿，再抬起右腿，这样左右腿交替的做，速度不要太快。这样反复做5到10分钟，感觉腰部微微发热为止。每天呢可以做2次。这个动作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缓解肌肉紧张，有利于补充体内阳气，对肾脏健康也有帮助。阳气不足的人还可以多用热水泡脚，每天泡15到20分钟即可。
泡脚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激活阳气也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常喝桂圆枸杞红枣茶，也有补充阳气的作用。很多人啊喜欢吃凉的东西，或者呢夏天待在空调房内，时间长了容易让体内的阳气流失。如果阳气不足，身体就容易生病，尤其冬天也会有怕冷、手脚冰凉的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有助补阳气。首先，全身放松的站好，然后让双手一前一后的甩动，甩动到前面的手要拍打肚脐这个位置，后面的手正好呢拍打到对着肚脐的命门，这样来回交替的甩手，每天做3到5分钟。大家可以呢早上做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强壮肾气，提升阳气，让气血更畅通，全身都暖和起来。话说阳气不足百病生，阳气影响人的免疫力。如果阳气充足，那么免疫力就会强；如果阳气不足，那么免疫力就会弱，这样人就容易生病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提升阳气呢？可以常做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撞背，找一个墙壁站在前面，双脚打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用后背撞击墙壁，要让肩膀、背部、腰部都撞到，每次100下。我们背部有足太阳膀胱经和督脉，这样撞墙可以疏通经脉气血，促进血液循环，有很好的舒筋活血、振奋阳气的作用。除了撞墙，也可以用拳头捶背，也有一定的效果。春天是养阳气的好时候，可以呢常喝一些提升阳气的花茶，比如玫瑰花茶、茉莉花茶等，有助提高免疫力，让身体更健康。阳气是我们生命的根本，如果阳气不足，抵抗力就会下降，这样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。所以保持阳气充足，身体才能够健康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补充阳气。首先，平躺在床上或者垫子上，双手放在头部后面，稍微的抬起来一点，然后呢，双脚做一收一伸的动作，幅度不用太大，同时头部也左右的摆动，这样反复的练习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打通督脉和膀胱经，温暖后背，有非常好的生发阳气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对肾脏也有一定的好处。那想要补充阳气，还可以多晒晒后背，也能够帮助提升阳气，或者多喝点桂圆红枣枸杞茶，能帮助补肾益气，增强免疫力，也有补充肾气的作用。都说阳气充足人长寿，阳气不足各种疾病也会找上门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养阳气才行。下面教大家2个小方法。方法1，按摩百会穴。百会穴在我们头顶两耳间连线和头顶正中的交点，百会穴是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的交点。按摩时可以用中间的3个手指顺时针按揉，每次5分钟。按摩百会穴可以促进头部血液循环，对畅通气血、振奋阳气有帮助。方法2，多吃补阳气食物。春天阳气生发，这时呢可以多吃一些补阳气的食物，比如枸杞、羊肉、栗子、核桃等等，具有温肾壮阳的功效，能让身体更加健康哦。除了这2种方法，没事儿晒晒太阳，多泡泡脚，或者呢到室外进行锻炼，也能够起到补阳气的作用，而且还能够增强体质哦。在天气热了，很多人喜欢待在空调房中，或者长时间玩手机，经常不运动，这样呢很容易使体内阳气流失。俗话说阳气不足百病生，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帮你瞬间激活阳气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找一把椅子，然后坐在椅子边缘，同时双手放在椅子2边支撑身体，然后将上半身稍微的向上拱起来，用力的夹紧后背，这样坚持5到10秒，然后放松，再继续做，每次做5分钟左右即可。因为我们的后背有督脉，督脉又是我们身体阳气汇集的地方，这个动作呢能够刺激督脉，所以经常做一做，能更好的帮助补充阳气。阳气足了，头也不晕，后背也不痛，身体也会更健康。而且这个动作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颈椎。阳气对我们来说呀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们要及时的提升阳气。平时呢多注意锻炼，饮食合理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也可以经常的喝点桂圆红枣枸杞茶，
能够帮助提升阳气，让身体更健康哦。说养肺等于养命，由于这个新冠病毒的原因，让我们知道肺部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3种食物，经常吃可以强健肺脏。第一种，蜂蜜。蜂蜜很多人都喜欢吃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葡萄糖、果糖和微量元素。那经常泡水喝，不仅可以清肺润肺，还能够美容养颜。第二种，金银花。金银花有非常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，肺不好的朋友经常用金银花泡水喝，也有很好的清肺润肺、疏利咽喉的功效。第三种，胖大海。胖大海性质寒凉，入肺经，具有清利咽喉、清泻肺热的作用，所以经常的用胖大海泡水喝，对缓解咽喉发炎、咽喉肿痛也有非常好的效果。那上面这3种食物大家经常吃，可以让肺多健康10年哦。大家还知道哪些养肺的食物？可以给木子留言分享哦。拜拜。